這個記者正在拍攝節目，突然遠處有東西吸引了他的注意，他趕緊調轉鏡頭，緩緩放大，卻看見冰面上憑空騰起一陣陣水花，像是有什麼巨大的生物潛伏在下面。然而此時的小帥還不知道，他的發現將會讓這個偏僻的美蘇邊境小鎮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。等鎮長來到現場，小帥舉着攝像機對準了空蕩蕩的冰窟窿，這時水裡的東西冒出了頭。小帥有些疑惑，金魚為什麼要守在一個冰窟窿下面，而不是繼續前進呢？一旁的村民告訴他，今年降溫降得特別快，方圓300公里的海面一夜之間全部被冰封，金魚不能一口气在冰层下面游那麼遠，所以只能守在这裡保持呼吸。可这還不是最慘的，最多3天，這個洞口就會被凍住，到時候可憐的金魚一家3口只能被困在黑暗的冰海裡慢慢死去。這時金魚爸爸再次浮出水面，他清楚自己和妻兒接下來的命運，但在殘酷的自然力量面前，他沒有任何辦法。到了晚上，小帥實在難以忘記金魚絕望的眼神，於是他連夜剪輯好素材，一個電話直接打到了紐約。第二天新聞裡播報了金魚的事情，立馬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。沒過多久，各大媒體的記者蜂擁而至，他們都想借金魚賺一點流量。就算旅館的標間從60元漲到了500元，可仍舊阻擋不了他們的熱情。冷清的邊境小鎮一下子就熱鬧了起來。可是鎮長卻顯得心事重重。金魚雖然上了熱搜，但他們並沒有脫離危險，而且禍不單行，當地人有捕殺金魚的傳統，鎮上已經計劃好要怎麼分魚肉了。鎮長雖然不想趁魚之危，但鎮民們要生活，他也無能為力。很快，鎮上召開了新聞發布會，土著代表據理力爭，強調捕鯨是他們養家糊口的生存方式，合理又合法。動物協會的小美不甘示弱，說破冰船馬上就到，金魚們很快就能回歸海洋。他們吵得不可開交，一時間情況陷入了僵局。突然，在場的眾人紛紛向後看去，鎮長踏着霸氣侧漏的步伐走進發布會的現場。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出乎了所有人的預料。鎮長只用5分鐘就說服了幾個代表，他們一致決定要幫助金魚脫困。這下反而給小美整不會了，剛才還吵得天翻地覆，怎麼一下子就改主意了呢？不過他很快就會知道，事情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簡单。第二天一早，各路人馬摩拳擦掌，準備出發前往金魚所在的冰面。在鎮長的授意下，鎮民們紛紛拉起了黑車，7公里的路，一口價60美元，愛坐不坐。不過雖然鎮上宰客宰得熱火朝天，但鎮長卻早早的帶人來到了冰面上。他們用電鋸把洞口擴大1倍，讓金魚能更好的呼吸。看着金魚歡快的浮出水面，鎮長臉上也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。其實他讓當地人宰客也是出於無奈，為了保住金魚的性命，只能想辦法讓大家多賺點外快。隨着大队人馬趕到，金魚一家看似脫離了危險。小美相信，只要等破冰船一來，他們便能逃出升天。但一個新的發現卻直接斷送了金魚們求生的希望。